欢迎来到白天全是大长腿，晚上还有诗和警方之2204印尼最新票房冠军《夺命梦魇》电影上映首周就在富川电影节上拿下了8项提名，更是连续4周霸榜印尼票房榜首。这么刺激的电影怎么能在白天看呢？花姐特意挑了晚上更新，愣着干嘛？还不艾特你们的大冤种好友？反正大家都失业了，闲着也是闲着。老规矩，资源和解说同步更新。故事要从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说起。这天凌晨，我们的男主塔马德正和往常一样躺在床上准备休息，可谁知他刚躺下，一阵大风就将窗户吹开，迷迷糊糊的马德只好起床关窗。然而就在他关好窗户准备回去的时候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窗户外似乎有人影闪动，可等马德仔细一看，黑影已经不见。刚开始马德以为是看错了，刚准备转身，可谁知身后却吹来一阵冷风。恐怖的一幕吓到了马德，可谁知下一秒，马德却突然从床上惊醒。原来刚才的一幕竟然是梦，而这已经不是马德第一次做这样的噩梦了。自从上次车祸中亲眼目睹父母惨死在身旁，马德就经常被噩梦困扰。爷爷以为是父母去世的一幕给马德造成了心理阴影，为了消除马德心中的阴影，爷爷带着他找过很多心理医生，可最终的结果都不如人意。接二连三的噩梦也让马德逐渐习惯，简单洗漱，马德就背上书包准备去学校上课。在路过客厅的时候，马德看到电视上正在播报一条新闻，一个女人因为生活问题在家选择了自杀。马德出来的时候正巧看到女人的正脸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这个女人十分眼熟，好像是昨晚梦到的那个阿飘，但马德也没有多想，以为只是错觉。刚来到教室，马德就看到班主任带着一个女孩走了进来，女孩名叫小美，是来自雅加达的转校生。然而同学们见到漂亮的小美却没有主动靠近，而是开始议论起了小美为什么转学。原来网上早就传开了，说小美可以看到一些脏东西，同学们都害怕和她接触，生怕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看着孤零零的小美，马德想要过去打声招呼，可却被朋友小杰叫住。放学后，爷爷带着马德来到了医院，医生觉得马德的情况不像生病，更像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。他推荐爷爷带马德去找个萨满看看，因为检查报告上显示马德没有任何问题。听到医生的诊断，爷爷十分无奈，原来爷爷是一个无神论者，根本就不相信这些神神鬼鬼。临走前，爷爷从医生口中得知，下周会有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医生来医院坐诊，到时候可以带孩子过来看看，说不定外国的医生有办法。爷爷当即就预约了下周的号。然而就在等待专家的这天，古怪的事情再次发生。那天早上，马德正在操场上开晨会，就在校长演讲的时候，马德的身旁突然出现了一男一女，恐怖的一幕吓到了马德。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小美突然拉住了他的手。Сделай глубокий вдох。小美似乎也可以看到那些东西，在她的帮助下，2个阿飘竟然真的不见了。从小美口中，马德才得知，他刚才看到的东西的确真实存在。而马德之所以会看到阿飘，是因为他被打开了天眼。所谓的天眼就是额头上的第3只眼，只不过这只眼睛没有实体。小美告诉马德，那些阿飘都是枉死的冤魂，他们之所以缠着他，是想让他帮忙伸冤。只要他假装看不到，阿飘们就会主动离开。在回家的路上，马德又一次看到了阿飘，他谨记小美的提醒，假装看不到对方。阿飘果然离开了。就在马德庆幸这招有用的时候，身旁熟睡的大叔突然靠了过来，马德还想提醒一下，谁知碰到大叔的瞬间，马德却发现自己被传送到了一个诡异的空间。在那个空间里，马德看到大叔和妻子正在病床前哭泣，他们的女儿似乎得了什么病。不等马德反应过来，他又回到了公交车上。诡异的一幕让马德脊背发凉，他准备明天去问问小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然而他还没等到第2天，怪事就再次发生。半夜，熟睡中的马德再次做了噩梦，这次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森林中。Что это? Нигде я. 就在马德四处观察的时候，身旁传来奇怪的滋滋声。马德回头看去，发现一个人竟然被困在大树里。他凑近一看，发现树里的男人竟然是白天公交车上遇到的大叔。
被吓到的马德不小心摔倒在了地上。就在他后退的时候，却感觉被什么东西推着。马德回头看去，发现身后竟然有一个老奶奶。老奶奶让马德不要说话，保持安静。就在这时，森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白色的洞口，洞里还传出悦耳的歌声。在歌声的吸引下，被困在树里的大叔竟然挣脱了束缚，他一瘸一拐向着洞口走去。就在这时，老奶奶说话了，她让马德赶快离开，洞里的东西要出来了。不等马德说话，他就看到老奶奶竟然用树枝插向了自己的脖颈，恐怖的一幕吓到了马德，他慌张地向着森林跑去，谁知一个脚滑，马德不小心摔到了树枝上。等他再睁眼，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家里。原来昨晚的一幕依旧是梦。一脸疲惫的马德拿上书包准备去学校，可刚出来，他就看到电视上又在播报自杀的新闻。马德仔细一看，发现这次自杀的人竟然是昨天公交车上的那个大叔。看着电视里的新闻，马德再也无法淡定。他和小杰找到小美，将昨晚的一幕告诉了对方。听完马德的描述，小美觉得他昨晚看到的并不是梦，而是亡灵和现实的交界处。至于马德为什么会被传送到那个地方，小美也不知道，但小美推测，那个洞里唱歌的女人一定和马德有关系，是她指引马德去了那个地方。她让马德回忆一下，是不是得罪过对方，可马德却根本不认识女人，更别说得罪了。小美让马德留意一下，他可能还会被传送过来。正如同小美推测的一样，当天夜里马德就再次做了相同的梦，这次被抓走的是一个女人。就在马德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昨晚的老奶奶再次出现。老奶奶告诉马德，她是被选中的人，只有她才能对付洞里的女人。不等马德说话，老奶奶就捡起了一旁的树枝。等马德再睁眼，他又回到了家里。马德来到客厅，发现电视上正在播报新闻，这次遇害的正是他昨晚看到的那个女人。接二连三的噩梦让马德无法好好休息，他再次找到小美，想让小美看看洞里的女人到底是谁。小美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她准备将昨晚去世女人的灵魂召唤上来，或许她知道原因。放学后，三人来到了马德的卧室，小美坐在地上，念出了一段奇怪的咒语。一阵阴风吹过，女人竟然真的跑到了小美身上。女人告诉马德，快去找梅姨，还说出了梅姨的地址。然而不等女人说完，小美却又突然被另一个恶灵附身。马德从对方的语气中听出，附身在小美身上的恶灵就是洞里的那个女人。好在对方没有为难小美，警告了马德几句就果断离开了。为了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马德和小杰以及小美骑车赶到了女人所说的村子。刚来到村口，马德就见到了那晚在森林里见到的老奶奶。老奶奶自称名叫梅姨，她已经等待马德好久了。从梅姨口中，马德才得知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原来树洞里的女人名叫卡莎，是村里非常厉害的一位灵媒。10几年前，卡莎在一次做法的时候被恶灵附身，结果不小心杀死了事主，而这个事主是一个恶霸，干了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。阿飘为了报仇，就趁着附身的机会干掉了恶霸。可村民们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他们以为卡莎被恶灵附身了，因为担心卡莎伤害到大家，他们就把卡莎绑在了小黑屋，用镇魂钉将她钉死在了木板上。谁知卡莎在临死前竟然用灵魂为代价降下诅咒，凡是对她出手的村民都会不得好死。卡莎死后，村里就开始发生怪事，一些村民莫名其妙在家里自杀。为了逃过诅咒，村民们就想到了逃离，他们离开村子，搬到了很远的地方。可诅咒却不会因为搬家而消失，在过去的10几年里，搬走的村民也陆续死于诅咒。而马德一家也曾经是村里的村民，他的父母和爷爷都参与了当年的事情。梅姨原本也是一个灵媒，她也曾试图破解卡莎的诅咒，但卡莎的力量太强大，梅姨根本就没办法破解。直到那天，她在森林里遇到了马德，作为村民们的后代，这个诅咒只有他才能解开。而想要解开诅咒的办法也很简单，就是找到卡莎的尸体，将尸体烧掉。这样一来，卡莎的灵魂就无法再作恶了。梅姨已经打听清楚了，卡莎的尸体就被他的儿子供奉在家里，而卡莎的儿子正是马德家的佣人苏门。原来这些年来，苏门一直在帮助母亲复仇，马德父母的车祸也不是意外，而是苏门一手造成的。梅姨推测卡莎一定会来阻止他们，所以他们必须分成2路。梅姨让马德去交界处拖着卡莎，小美和小杰则趁机去烧掉尸体。事不宜迟，
马德决定现在就开始行动。行动前，梅姨教了马德一些简单的巫术，虽然不是什么强大的法术，但拖住卡莎还是可以的。在梅姨的帮助下，马德进入了交界处，小美和小杰则前往了卡莎家。然而众人刚刚开始行动，苏门就出现在了家里。苏门一刀就干掉了梅姨，而马德还不知道梅姨已经被干掉了。刚来到交界处，他就看到爷爷被卡莎抓住了。马德使出了梅姨教的法术，操控着树根缠住了卡莎。趁着卡莎被缠住，马德趁机将爷爷拖了回来。可谁知就在他要带着爷爷跑的时候，卡莎却挣脱了束缚。他一招大擒拿手，马德就被控制住了。而在现实世界，小美和小杰已经找到了卡莎的躯体。可就在两人要点火的时候，苏门也赶回了家里。虽然有2个人，但小美和小杰根本就不是苏门的对手。小美被一拳打晕，小杰也被苏门摁在地上疯狂摩擦。而在交界处，马德也被卡莎各种收拾。就在双方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，被打晕的小美从昏迷中醒来，她挣扎着爬到祭台，将汽油泼洒到了卡莎身上。反应过来的苏门想要制止，结果却被小杰拖住。气愤的苏门直接一刀结果了小杰。可等苏门转身，小美已经点燃了火柴，祭台上的卡莎顿时燃起大火。因为没了躯体，卡莎实力大减。马德趁机抱起一根树干，直接将卡莎的灵魂打散。故事的最后，马德成功带着爷爷的灵魂回到了现实，苏门也被警方逮捕，可小杰却因为重伤再也没能醒来。以上就是2024印尼最新惊悚电影《夺命梦魇》的全部内容。总体来看，电影的质量还不错，因为画面太海皮了，基本放不上来，所以花姐直接跳过了一些剧情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